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现在外面非常的炎热，我估计得有30几度了，而且还蛮堵车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这个地方可谓是非常的神秘。那说到这一个地方就不得不联想到香港的电影了。我记得呢，曾经有一幕可谓说是让人印象深刻，那便是在僵尸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义庄了。你想在荒山野岭、山林迷雾当中，有一座诡异破败的义庄呢，就坐落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。而那个义庄的院落里面，通常还会摆着一排排的棺木，里面装满了客死异乡的可怜人。随着那个赶尸匠拿着那个铃铛当当当的敲的时候，那些死人呢便会从棺木里面爬出来，然后在路上蹦蹦跳跳的，趁着黑夜就踏上了归乡之途。我想这一幕应该是不少人童年的一种阴影吧。不过我很好奇的是，在现实生活中的义庄究竟长什么样呢？那我们今天就一块去探寻一个古代的义庄。你看，从这一条小路开始呢，就是古代的榆钱古道了。现在对面特别的草，是一条高速公路。那在过去呢，从这一条小路开始就可以徒步前往贵州。不过当它废弃后呢，这一条古道也一度成为了最为灵异的地方。我们要去的那个义庄也就在这条古道上面。这里有一些废弃的3轮摩托车，这只剩一个顶了。这一辆看上去还是比较完好，锁上的。底下还有一些。你看刚才前面的时候呢，我们便说过了，这个义庄在电影当中通常都是那些僵尸所出没的地方。那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古代的义庄它到底有何作用呢？我个人对它的理解这应该是一种善举的行为吧，就是像那种有钱的人，或者说是一些达官贵人吧，他们就出资或者说是出田地来修建一些田庄，提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这应该更像是一种善事，或者说是善举吧。你看，走到高速公路上面来了，这旁边有另外一条小道。
这个义庄啊，最开始的时候呢，更像是一个慈善性的同乡互助会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同乡会当中，谁要是有困难的话，大伙儿就会出资啊，帮他一把。如果外来打工务农活的这些人呢，一旦他们由于某种原因，又或者说是生病啊，客死他乡的话，大家就会出资啊，帮他落叶归根，也就是用棺材啊把他抬回去。但是你想，这个榆钱古道啊，从这里开始呢，便会翻山越岭，差不多要走5到6个小时左右的山路啊，才能到达下一个休息处。那晚上抬着棺材走山路，这显然不太合理。那他们就得找地方啊住宿一宿。那你想，抬着棺材，谁又会让你住在那个地方呢？而且古代的人这么迷信，那他们就自然想到了这个慈善性的义庄了。所以在过去啊，这个义庄还有另外的一个用途，那便是太平间。哇，我想我已经找到传说中的义庄了，它就在我的身旁。你看，这里面现在已经完全被植物啊所吞没了，只剩下这一扇石门还顽强的屹立在这里。其实我今天来这里的时候是知道这里废弃了，也查阅过一些相关的资料，但是没想到啊，这里面竟然废弃得这么彻底，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。这样的环境更是让人啊猜测不透了。原本啊，我们挺熟悉的这个义庄，经过了电影的包装以后，让它变得更有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不过现在这里面啊，什么建筑都没有，好歹也留下一个建筑，衬托一下阴森的气氛嘛。走，看一下它的大门。这个古老的石门啊，目测应该得有4到5米高，最上面刻上了锐意南山，我想这应该是希望让整座山的祥瑞之气呢聚集在这个义庄。右边刻上了黔南义庄，应该是它的名字。左边呢，这是时间，光绪19年，歌省公制。你看，就是这短短的10几个字啊，就说明了这个义庄的前世与今生。这个黔字呢，应该指的就是贵州了。据说大约在清光绪16年的时候，也就是约莫在1890年吧，这个重庆开埠以后呢，商业便开始繁荣了起来，所以有很多外来的人啊，就陆续来到了重庆。但那个时候的重庆呢，叫渝州，所以这个黔南义庄啊，应该指当时的渝州人与贵州人啊共同修建的一个义庄吧。旁边这里的光绪19年呢，应该就说明了它的修建时间，也就是1893年吧。距今都已经有130年的时间了，真是挺久远的。走，进去看一下。
你看这石门上面啊，还有一些对称式的雕花。进门这里依稀能看到一些大石块，不过上面全是青苔了。一进门这里啊，感觉像是一个灶台。这以前是厨房吗？这里面都很难辨认了。植物啊，非常的茂密。我踩进来以后，都已经打到我的膝盖了。前面不知道有没有陷阱啊？你想，以前啊，这些棺木就全部堆放在这里，晚上来还是蛮阴森的。而且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上面啊，全部都是坟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义庄里面那些人的。我还是先出来吧。这里好像是一个水井，这应该得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想当年啊，民间呢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，或者说是一个暗语吧。那便是南山深处秘境遍布，散落于丛林当中。而民间的这个暗语所指的呢，就是当年故宫所遗失的那些珍稀的文物啊，被隐匿在了这个大山的深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谁发现呢？你看现在这周围啊，全是茂密的竹林。以前我们都知道，有竹林的地方呢，一般都会有寺庙，又或者说是一个风水宝地。像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啊，就发现这周围还有小溪，虽然已经干涸了，但是不难发现的是，这在当年啊，那一定是一个清风明月的人间宝地。大家在这里啊，喝茶饮酒，或者说是谈笑风生。不过后来啊，随着世道的变化，战乱不断，那这个义庄的互助的功能呢，也就逐渐的丧失了，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停放尸体的地方，或者说是一个太平间吧。再到后来呢，这里便成为了一些无家可归的人，又或者说是那些土匪的临时的居所。甚至还闹出过许多荒诞离奇恐怖的一些故事。你看我站在这里啊，风一吹起来，周围的这些竹林还有树啊，就会发出声响，甚至还有竹筒的声音。如果晚上来这里的话，估计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吧。看到这里啊，我突然想到了一首唐代诗人李白的其中有一首诗啊，就这样描写到，说是啊，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好吧，那这个神秘的古代黔南义庄呢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的旅行呢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